们刚讲到外交战场是什么？是现在其实台湾虽然说我们的邦交国已经越来越少了，但问题是我们有很多地方因为有台湾人有台商，我们还是有需要一些民间的需求要办签证嘛，所以有很多的办事处。现在这个对岸看起来呢是跟很多的国家比较好友好，那南非这边开了第一机枪，他是说根据2758，就是每一次民进党都会提到那个联合国那个联大决议2758号，他认为已经跟中华民国没有所谓的邦交事宜，所以在首都呢并不适合。他觉得应该要把我们代表处给迁到别的地方。他们的媒体呢就说，台湾可能会3招反制。好，这3招包括了什么？包括说，我们有晶片啊，万一晶片不给怎么办呢？那另一个部分呢，也包括了南非的老师在台湾现在呢，据说是有5000人。好，那如果说这个5000名老师呢，现在没有办法让他再持续在台湾就业的话，那对他们的影响，因为南非现在经济不好嘛，影响也是很大。那对于这一些的说法，很多人呢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美国这边当然是讲啦，说应该要取消南非的贸易优惠啊，要帮我们赞虾啊，又或者呢，日本也跟我们讲了，说呢，其实他们这边都有在帮我们声援，美日同步来帮忙声援。外交部则说呢，我们要主动出击，他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就把他赶出去。好，可问题是，真的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比如说汽车制造产业嘛，晶片。一定要用台湾的吗？因为乃金姐很多人也讲啊，她现在可能没有用到那么精密的晶片啊，成熟晶片大陆也可以卖它啊。美国的议员啊，就是说要把南非呢剔除掉所谓的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之前的时候呢，南非因为在有关于俄乌战争的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跟美国站队啊，他比较站在俄罗斯的那一方，在联合国的2次对于不利于俄罗斯的相关的案子里面呢，他都投下了弃权票，然后呢，还邀请这个普丁呢去参加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虽然说当时最后普丁是没有去啦，但是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就超不爽啊，然后就是说踢掉，把他从这AGOA 就是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里面赶出去，剔除名单。好，那他也没有啊，他也没做到啊。那这一次呢，真的就是会为了说逼着我们要把我们的代表处哈从 Pretoria 首都迁到那个约翰尼斯堡，然后美国就这样做吗？美国现在你要知道，美国现在的国务院，它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状态呢，是处在最后关头的选举的一个，这是热火烧的一塌糊涂，对，非常的一塌糊涂啊！而且呢，现在呢，川普当选的几率呢又在提高了一些的情形之下，我觉得。整个的状况呢，是完全是超乎他们这些行政单位的这个想象哈，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很热切、很迫切要处理的议题啊，所以我并不觉得美方呢行政单位呢真的会是这样做了哈。然后我们要寄出来的反制的措施，你想想看，他说我们有5000多名的南非的英语教师在台湾，那补教业者是说1000多名，你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去大陆教就好了嘛，好，然后就是说我们相对应的这些手段来讲呢，你对他来说都不形成致命的打击，更何况呢，南非跟中国的关系呢，真的是不是普通超级的好哈？是啊，他们现在呢又在喀山，这俄罗斯的喀山才在开这个金砖峰会哈，所以说这种。属于这种很铁杆关系的这兄弟的同盟的关系，那当然他没有用同盟关系来界定彼此的关系了哈。但是我就说这么紧密的关系啊，那会是因为我们使出了这样子的反制措施，而让南非退却吗？哈，当然我觉得大陆的这一招在背后使力啊，要南非这样子对我们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啊，实在也是欺人太甚了。可是呢，这个国际现实上面呢，我们就是可供使用的筹码真的太少了哈，就说如果说能够再去想办法啊，从南非执政党的国会议员这边来去下手哈，能够尽量的让这件事情拖延了之后呢，是不是可以创造出一些更可以去谈判的一个空间来的话呢？我觉得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条路啊。不过南非的大陆对我们下这么大的一个重手，它其实也就是反映了两岸关系不好的一个
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我们过去常常讲说，外交是内政的延长，我们现在外交就是我们两岸政策的延长啊。两岸政策有多坏，我们的对外的关系的处境呢就有多糟。是，来，请教伟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从小英政府上台之后，我们整个外交的这个空间一直被打压，不管是断交的国家，或者是说到现在南非希望我们把这个代表处呢可以迁离它的一个首都，这再显示说，民进党不管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或者在国际空间的处理上，虽然说在国家对内的大外宣里面都讲说，我们现在台美关系多好啊，这个有多少民主同盟跟我们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但是你看刚看这件事情，就他要我们迁离这个代表处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呢看起来就是确实是使不上力，因为刚刚不管来金姐也提到，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目前的筹码比我们好很多。我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反制措施这3个确实可以打到南非的一个痛点吗？我想这些他们要做这些事情之前，或许也都做过严密的一个评估了。台湾会有哪些反制，他也都很清楚。那这些表示呢，这些反制对他的评估来说，他认为无伤大雅，或许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好，可以从中国大陆那边把这些3招的反制把它做个破解，所以他敢这样子大张旗鼓的来要求我们的代表处迁离他的一个首都。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不管是民进党政府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个对外关系，或者说希望可以让整个中华民国在国际的关系的这个空间当中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伸展。除了应该要先妥善的处理两岸关系之外，也不要让中国大陆，虽然说我们都会谴责中国大陆做这样的事情，只会让台湾的民众对他更为反感，或者说更没有好感。但是呢，这是他们国内的这个外交的一个策略，外交的处境，他也要面对他自己国内的压力，所以他必须做这样一个措施。那台湾呢？台湾除了要保留自己既有的国际空间以外呢，我们该如何延续过去一直以来？我想中华民国一直在这个我们在台湾这边长期起来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呢，我们也希望说可以让外交空间可以越来越扩展，不管是从民间的，不管是从国会的，不管从各个方方面面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际空间可以越来越广阔。但是呢，可以看到说，因为你没有把两岸关系好好的处理好，那中国大陆就会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两岸关系的不好，造势生端，让你的国际空间更加的压缩。所以我还是觉得，民进党政府还是要好好面对两岸关系面对两岸关系，该如何跟他们做一个有效的沟通对话，让台湾可以有更好的国际空间，可以立足在世界。我觉得这还是必须要好好审视的一个地方。就是真的比较尴尬一点啦。当我们跟他讲说 G7 都关切，美国也说，他们有去使力，日本也说有我们有去使力，但现在明显就是使不上力。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要怎么样来看外交？真的跟两岸，你要把它完全脱离来看，自己可以走出自己一条路吗？还是最后走，好像会不太出去呢？等等回来要来看到的是回到国内了，因为呢，发现台南这边现在还是很热，很多案子持续在发生，甚至台盐现在前董事长已经被声押了。我们等等回来聊。好，来看到的是南台湾先前这个案子就有听说，结果现在呢，真的1年过后，1年没错，是1年过后动起来了。来，昨天检调兵分32路来搜索，总共传唤了19名被告，查什么案子？查台盐还有他子公司绿能的这个涉弊案。前董座呢陈启玉现在是正式的被声押了。那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呢，检方的讲法就是说，疑似左手搬钱给右手，找了民间公司来，经济部就跟他讲4家不行了，他还是把他纳进来，然后呢，用违约的方式、各种赔钱的方式把钱给搬出去了，这样子的一个手法作为，现在检调真的查起来，这个时间点其实蛮巧妙的，来请教一下。没有错，这个点的话，在去年11月，大概是黄国昌就已经揭露这样的一个弊案了。可是那时候在选前非常敏感的时间，一讲他讲的，大家都觉得哇，那怎么可以不查？他果然不查，好不好？那现在呢，说这什么时间呢？就像我们说赖清的这个民调稍微掉上去，就开始又把郭在清这相关的陈启玉全部搬出来。为什么我提到郭在清？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度的。那陈启玉，我在1个月前，其实在我们地方高雄地方的时候是看过他，非常的低调，在这个公庙活动当中，跟他的家人默默的坐在旁边，所以他整个的风格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哦。那你看，这个陈启玉跟他的这个总经理，他们在做这个绿能台盐转投资绿能的时候，是2年亏了2.5亿，什么样的公司可以2年亏了2.5亿？所以你就可以发现，真的不是在什么转型的这个所谓的能源转型，完全是绿能在给这个民进党做这个小金库。因为你看看他这些抽丝剥茧，你看看，像你刚刚说特别提到了，像
那个郭在清的炉渣案，他就是把他这个炉渣的地卖给他的合作伙伴，就是成丰工程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蔡清旭。那他们跟银行借贷的3.6亿，那蔡清旭又把这个东西呢交给台盐下游厂商，就是我们台盐的陈启玉这一半。所以你看，你不要看看只是台盐哦，它跟台南的炉渣案是有环环相扣的。那陈启玉大家为什么把它当作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因为你不晓得它会牵连到什么地步。因为陈启玉，如果像乃金他们之前就跑这个政党的新闻就很清楚嘛，跟于正宪还有跟陈水扁这个正义连线。后来呢，本来是新潮流到正义连线，后来他也当过花妈的这个副市长，之后到的台盐去之后呢，因为一些农舍变成豪宅，然后就开始离开。不过他也是跟这个海董也成立的永延会，也稍微有一点就是活络在我们高雄，但是呢，现在就是陆续于平静。所以他在这个平静完之后，突然爆出这样的一个事件，而且这个事件又跟郭在清刚刚被交保，又再一次的被传唤，所以大家就在思考这个部分里面。本来就应该查清楚的，可是你永远发现说他查的时间跟这个总统的民调，还有跟整个政治的氛围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或者现在马上开始进入台南的一些的初选，那到底这个初选跟这个所谓派系等等之类，你总而发现明明就是一年前被揭露了案件，然后这么重大，民众都认为这就是一个弊端，但是你却在这个过程当中花很多时间去调查，抽丝剥茧调查柯文哲的同时。一样是民众党的黄国昌记录这个案件，你却把它摆着短短的，像超司也是突然之间又冒出来，又好像要调查，可是现在到哪里又不了了之。所以你永远这些的案件，我们只看到一个皮毛，好像大动作要侦办了，然后都知道这个整个的脉络，可是结果又开始被羁押禁见之后，然后接续也没有。最奇怪的就是，这是这么好的题材，这是政商根本更适合8点档连续剧的这个题材，对方就是我说的比较是偏绿的媒体都没有在讨论，这个情节绝对是有办法贯穿很多，大家都很想了解到底官商怎么样的勾结。我只能说选择性的办案这件事情好好的查，还包括到一个所谓贱卖国土的这个问题，但是有没有办法查得很彻底清楚？而且他的层级除了陈启玉前董座之外，有没有更高层？没有后面的高层，2年怎么可能亏2.5亿？那可以查到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是要好好的来监督观看一下的。好，本来呢经济部这边都已经跟他讲不行，他还是一样硬干。那后来呢赔了钱之后，辞官就可以了事吗？现在经济部长郭志辉说，如果有不法的话，他绝对不会宽恕办到底。那刚刚讲到了这个陈启玉，原因是因为呢，他为什么现在很低调？因为他其实也差不多在1年前，然后违法农舍那个时候被民众党的晚会姐揭弊之后，就黯然退党了。退党之后，刚那波代基就从政坛上面消失了。那在之前呢，也传出说因为苏系不是很开心。他好像软布这样子，然后就叫他下来，那就被请辞，离开台盐真的就没事吗？可是他儿子其实也在厂商的关系盘根错节里面，因为他儿子也去了关系厂商这边来工作。那你要知道，他从买地收地这个民间公司有先赚一笔，然后后面他一条龙进驻之后，把它打脸好，然后盖厂盖好之后，再转手出去，这家渔电共生守这个渔电共生的这个厂行，所有行内的人都说这稳赚不赔，为什么会赔？真的就是很奇怪。来请教一下我们志涵。好，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之前的立委陈婉慧委员，他其实在上一任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个台盐绿能的弊案，结果到现在已经几年了。他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呢，3月份风光动土，而且说隔年，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就可以发电，并联发电。那他其实不只是在嘉义这边有一个这个渔电共生的案场，在台南、嘉义、高雄、彰化，其实都大规模的去收购了一些土地，说要来并联发电。而现在呢，这个嘉义的案场，它现在长的是这样子，现场的鱼池是一片的干涸，那1度电都没有发出来。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不但1度电没有发出来，而且呢还去亏空了台盐绿能跟台盐这样子的公司。那么到2023年年底，台盐绿能的累计亏损除了刚刚提到的2.5亿之外，其实它的资本额已经亏掉了1/2，一半都亏完了。那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陈启义他和许仁业，他过去曾经当过高雄县的议员，那曾经也当过立委，还担任
了这个高雄市的副市长，所以他的政商人脉当然是不可小觑。也有人说呢，他跟蔡英文总统之间其实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甚至是英系的大将等等。那要怎么样呢，能够神通广大的取得这么多的案场，然后呢再把这么多的资本投入，而且是用亏空台盐绿能的方式，把这些钱他是怎么样五轨搬运的？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成立了这样的一些公司之后呢，它包含了光电、土木、钢构等等，都去分别成立了公司。然后成立了公司之后，台盐绿能呢，再从台盐绿能这边搬钱来给这些民间公司。结果这些民间公司把钱收走了之后，这些所有的东西没有建制出来，电发不出来，可是钱都从台盐绿能被移走了。所以就这样透过五轨搬运的方式，从台盐绿能从台盐里面把钱大规模的转到这些所谓的绿油这个绿能的国家队里头，然后亏空国家的资本，这样子非常可怕，而且胆大包天，然后政商勾结。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陈启玉可以做到，它包含地方，还有甚至是中央，也就是经济部的这些相关的官员都牵涉在内。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台湾民众党一连争取了至少3个会期，在里面不断的揭弊，呼吁检调一定要查个清楚，因为这个绿能国家队这样子在亏空国家资源，难道不查吗？但事实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完全提都不提，查都不查。更可怕的是，非常感谢柯志恩委员刚好提到。现在台湾媒体的环境已经可怕到什么程度？全台湾好像过去只有一个案子，就是柯文哲的案子。这样子侵占国家资源这么重大的贪腐的事件，这些媒体竟然提都不提，我认为这是对于台湾国家还有这个民主的一个暗伤。好，我们也知道，就在台南，现在很多的光电案、88强案这一些其实都还没有出来。然后郭在清前几天呢才看到说，他因为这个卢渣案啊，然后后面有这些转包等的问题，甚至呢是炸贷等等的问题，然后持续的有在被查。那不才刚交保嘛？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又可以在这个案子又动起来，然后又在大动作的约谈？所以他就觉得这洗干净应该做奇怪，好像每次只要是这个赖清德民调稍稍掉一点点，前几天说3个百分点嘛，就会开始有些动作。当然检调一定都有讲，还是要帮他讲一下，一切都是依办案的程序在进行，绝对没有任何的阴暗办事。我对这种司法，尤其这种个别这种案子我真的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这整个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应该想一个源头，从源头想起。这整个的光电的这些种种这些弊案啊，这跟民进党能源政策有关系嘛？你推得太急嘛，你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计划，然后你就匆匆忙忙这个推动什么绿能国家队，然后呢政府就准备了充裕的资金让大家去搞。然后很多的良田，我们刚刚不是讲吗？要增加粮食这种什么储备什么的。那你未来如果说，譬如说有战争危险的时候，你自己要有相当程度的粮食是你自己生产的吗？你家都是光电，充满太阳板这些一大堆。那我问你，很多的好的土地，还有讲到你们刚刚讲到说那个选鱼种啊，容易长大的这些鱼种，你那个在上面是太阳板，你认为鱼可以活吗？那如果可以活，那个鱼我也不敢吃啊。谁晓得有没有污染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源头的问题，就是说你政府当时急急忙忙要废核，你现在就会有给人家很多联想，你就把核判死，然后呢这些光电才能够应运而生。你还记得吗？核四是封存呢，封存的那个案在国民党内部通过，那个案那个文字是我起草的，洪秀柱打电话给马英九，马英九就改了一个字。但不管怎么样，整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封存，可是民进党是要把它封死，而且怎么让它死呢？核四还在那个地方，是，然后就把燃料棒全部卖回，蔡英文政府就急急忙忙把它卖回到美国去了。你这个不是要把它封死吗？就是斩草除根的仪式嘛，让你未来的核能发电一点机会都没有。然后你可以原议的，你也不让它原议，那所以呢，你就是把核能判死刑，然后让光电呢蓬勃的发展，那很多的弊案就在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指导跟政府的掩护之下，才出现这么多弊案啊。所以我坦白讲，我们今天要谈的其实是源头，而不是那种个别零零散散的这些案子。好，来请教，但大家还是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东西啊？而且也有人说是跟派系斗争有关，你怎么看？
关于这个绿能这个所谓台绿的这个涉弊案，因为现在司法正在调查当中嘛，那我自己个人当然是支持，就是应该查到底，查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们看到绿能在发展以来，尤其它一直遇到非常多的困境。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啊，也都有这个索贿的状况，也一一被起诉。比如说前一阵子这个云林的沈宗龙沈议长，或者是说在台南的王文忠，其实也都被起诉。那这些大概就跟国民党的脉络会稍微比较相近一些，但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现在的重点就是绿能它必须要发展。那我觉得也跟委员说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说，当然我们民进党是反核的，可是你今天核能如果要持续使用的话，你确实也需要把燃料棒有一个适合储存的地方。那之前是把这个所谓的储存槽是设定在新北市，那当然不管是在这个朱立伦时期或者侯友宜时期，都是阻止这一个所谓的储存槽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那如果没有设置的话，其实台电就没有办法使用核1、核2持续的发电，因为我们核能厂内的这个核能的储存槽，其实湿式储存槽已经满了。那大家知道这个发电之后，其实它会发热，你一定要让它去冷却，不然会爆炸。那在这个储存槽其实都已经满的状况下，你自然也不可能再继续使用核能发电。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真的对于核能相关真的很有兴趣，其实当时就应该请2位市长都应该要协助台电来完成这样的设施，可是一直没有嘛。这个诉讼有2个诉讼，一直以来卡了10年多，那最近才因为这个胜诉的关系，所以决定要再来持续来这个兴起，再持续来盖。那可是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啦，因为什么燃料棒什么都送回美国啦。那所以这个国民党自己也要去思考说，如果自己是真的支持核能的话，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设施上需要去阻挡？那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民进党的非核家园目前是没有改变。那绿能也确实非常需要，也就是我常常在提的，就是说这个产业面，我们需要把很多的这个东西外销到国外，尤其像我们的基体电路啊这些半导体，你必须要使用绿能，不然多数的先进国家是不会收你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为了让我们的产业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绿能现在真的是每一个厂商都在叫苦连天说不够，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应该是如何让绿能来增加，而不是把核能放回来。我想这才是国家最正确的方向。好，净零排碳是一个重要社会方向了哈，但是世界上现在很多国家其实也把核电转化认为它是绿能的一种。那当然这个是世界潮流趋势嘛。昨天我们的卓荣泰也讲啦，我们要跟着世界潮流趋势走。如果说有新型的这个核能，当然跟这个现在我们的核2、核3、核4不一样。新型的核能的话，也是可以考虑。那所以到底新型核能就没有核废料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意的点是什么？是核废料，还是核能这2个字，还是因为政治外面的关系？我们等等先进广告回来继续说。